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5季前情提要。凯瑟琳唤醒了冰霜杀手，老禅师的闪电匕首来源于迪沃的卫星核心处，也就是暗物质浓度最高的地方。拉尔夫他们也发现了迪沃启蒙夜里唯一的受害儿童格蕾丝，这个女孩80%是老禅师的女儿，格蕾丝正是在医院昏迷不醒的女孩，老禅师心里最重要的宝贝。拜瑞很快就找到了格蕾丝的病房，此时老禅师正在屋内，随时准备下杀手。格蕾丝的主治医师拦住了拜瑞，他不让陌生人靠近自己的病人，并告诉拜瑞格蕾丝的父母早就去世了。话到这份上了，拜瑞只能离开。老禅师与格蕾丝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。老禅师本名奥林，一场转化人袭击事件中，奥林的姐姐当场丧命，只留下了自己的女儿格蕾丝。奥林作为舅舅细心照料着格蕾丝，可他作为一个单身汉，自己活着都困难，中午吃早餐都是家常便饭。学校突然叫了家长，奥林往常干着违法买卖，自然也感染了孩子。格蕾丝因为骂街被老师留在了办公室，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奥林，自然在格蕾丝心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慢慢的，奥林做出了巨大的改变，两个人搬进了老宅子。奥林为小侄女精心准备了玩偶屋，已经把格蕾丝当做了自己生命中的全部，给她一个孩子应有的一切。奥林开始改邪归正，做起了正当生意，带着心爱的侄女参加了1年1度的嘉年华盛宴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启蒙之夜开启了。起初，启蒙之夜影响了每个人的大脑，在所有人昏厥的时候，卫星的碎片砸向了各地。醒来后，奥林带着侄女玩命逃跑，从天而降的一把闪电匕首直接插进了奥林的右肺，格蕾丝则是昏迷不醒。奥林强忍着剧痛把格蕾丝送到了医院，动完手术的奥林很快醒了过来，但格蕾丝因为大量脑出血变成了植物人状态，能不能醒来都是未知数。先是转化人夺走了姐姐，现在转化人又夺走了宝贝侄女，奥林和转化人的梁子就此结下了。看着新闻里报道着闪电侠一个他娘的音速拳拯救世界，愤怒的奥林无意间召唤了闪电匕首，一场复仇计划就此开始。时间回到现在，拜瑞和凯瑟琳一起为感恩节做着准备。现在的凯瑟琳可以随时随地和身体里的冰霜杀手交流，两个人如同闺蜜般亲近。更腻歪的只属艾瑞斯和诺拉母女了，他们冰释前嫌之后都没拜瑞什么事了，拜瑞反而很开心啊。这意味着如果2024年自己真的消失在危机当中了，他们也能相依为命。相反，母女这边却是非常担心啊。拜瑞3番几次九死一生，他们不敢想象没有拜瑞的日子，生活中肯定只剩 talk 了。当然，老禅师这边也不顺利，警方已经盯上格蕾丝，非常时期他没办法再去医院探望侄女。最倒霉的还有夏洛克，他虽然结了7次婚，可现在还是一个老光棍，感恩节对他来说就是一把40米的大刀直插内心。这会儿卫星显示城市发电站发生了异样，白瑞和诺拉立马前往了现场。发电站周围突然打起了响雷，如果劈中发电站核心高压电会瞬间融化附近的街区，白瑞赶在闪电击中的瞬间拿走了核心，自己被当场劈休克，心脏停止了跳动。回想起白天说过的话，诺拉反复搓着手心，依靠神速力的电流为白瑞做起了心脏复苏，尝试了7、8次才将白瑞从地狱拉了回来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所有人都以为失去了白瑞，莫名其妙出现的闪电风暴打乱了所有计划。白瑞他们认识一个人可以操控天气，正在服刑中的马克。为了确保马克没有逃跑，白瑞亲自来到了监狱。铁山监狱会抑制每个转化人的超能力，马克一直在监狱里没有出去过，看来凶手另有其人。转眼的功夫，一道风暴摧毁了监狱，女人带着法杖袭击了所有人。乔斯准备给自己的老爹马克越个狱，白瑞二话不说就把马克带回了实验室的超能监狱。乔斯放下狠话，1个小时内见不到父亲就会龙卷风摧毁整个城市。然而这个女儿就连马克都很少见她，孩子出生的时候她还上高中呢，这么多年孩子一直都是女朋友带大的，而且几年前母女关系就破裂了。白瑞从马克这指定是找不到线索了，他们查到了乔斯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气象学家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做着各种疯狂的实验。西斯科调取了铁山监狱的录像，乔斯手上的法杖嵌有卫星碎片，现在弄清楚了他的能力由来，只要想办法抢过来就行了。距离乔斯给的时间还剩20分钟，全息投影变成了最好的计划。乔斯看见父亲根本没打算叙旧，一台汽车从天而降，把马克活活压死。幸亏拜瑞选择了使用全息投影，看见自己被骗了，乔斯发誓要龙卷风摧毁城市，临走前差点要了白瑞的命。诺拉赶紧和父亲 talk 了一下，他发现白瑞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死，满脑子都是想着救别人。今天白瑞有2次九死一生，诺拉本来就害怕失去父亲，白瑞现在又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，这不禁让诺拉想起了未来闪电侠消失于危机，但人们需要闪电侠，白瑞不可能因为小我而牺牲了大我，现在当务之急是阻止乔斯，完事再想办法劝说女儿。此时乔斯在机场里引起了天雷，打算一举摧毁整个城市，想打败魔法还是得用魔法。
希斯科早前用来对付马克兄弟的法杖是最好的武器。诺拉把法杖送到了机场，法杖也许可以吸收掉乔斯的风暴，但白瑞必须手持法杖，围绕着乔斯急速奔跑。这意味着所有的闪电都会跑到白瑞身上，如同一个人形避雷针。看了看身后的百姓，白瑞知道自己必须要这么做。诺拉为父亲说出了那句必胜的台词 Run, Dad. Run! 白瑞扛着所有伤害急速奔跑，很快就削弱了乔斯的闪电风暴。战斗在双方爆发的闪电过后停止了。秉持着有烟无伤的法则，白瑞安然无恙地抓捕了乔斯。这下所有小伙伴终于可以过个安稳的感恩节了。今天白瑞教会了诺拉一个做英雄的真谛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。老禅师不顾威胁也来到了医院，在这个需要家人的节日，他只想陪着自己的宝贝侄女儿。这一点夏洛克也想到了，就连闪电侠都知道过节，人家大反派为什么不能过节呢？当晚他就黑进了医院的监控，果不其然，在格雷斯的病房门前看到了老禅师，或者说是奥林。老禅师的真实身份已经水落石出，知道了人物信息后，就轮到侦探组合出场了。拉尔夫和夏洛克每天都跟踪奥林，监视他，调查他。老禅师的所有信息都被挖了出来，包括侄女的所有事儿。尽管知根知底儿，也无从下手。老禅师的闪电匕首过于强大，不先把匕首摧毁，几个人去都是白给啊！众人你一嘴我一嘴商量着计划，诺拉突然提了一个建议，他想制造一个比闪电匕首还屌的武器。可敌我的卫星需要的不仅仅是特殊的金属，还有暗物质。想要对抗老禅师，还必须要抑制暗物质。如今暗物质早就不复存在了，想要同时得到这两样东西，只能是时间旅行了。特殊金属的话，只需要找到萨维塔；暗物质的话，只要回到ZOOM的时间线，找到威尔斯曾经偷取速度的仪器即可。然而这还不够，他们还需要重现一次粒子加速器来组合这些东西。回去找斯旺是唯一的办法，再把打造好的成品藏在一个未来能够找到的地方，一切就大功告成了。这个计划看似天衣无缝，夏洛克却查出了端倪。这么随随便便叫时间旅行，可不像是诺拉一个孩子能想出来的办法。不论如何，白瑞也准备尝试一下。他们偷走这些东西并不会影响时间线，即便失败了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。希斯科仔细规划了一下目的地，第一个目的地是和萨维塔的决战。白瑞摧毁了萨维塔的战甲，只需要偷偷带走一个碎片即可。第二个目的地是ZOOM偷走白瑞速度的时候，带走无人察觉的注射器即可。第三个目的地是一切的起点，粒子加速器的第一次爆炸。夏洛克趁诺拉不注意偷走了他的日记本，本上记录了各种怪异的符号。夏洛克怀疑诺拉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第四季，白瑞刚投出神速力的时候，希斯科就试图破解过这种符号。夏洛克只需要完善一下这个程序即可。白瑞这边整装待发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希斯科为白瑞准备了一套经典战衣。父女俩的环球旅行正式开始，两个人优先来到了萨维塔的决战之夜，恰好赶上了3闪决战萨维塔。然而这个时间旅行会引来时间亡灵，两个人静静地等待着萨维塔战衣的碎片。白瑞负责吸引时间亡灵的注意力，诺拉想办法偷走碎片。亲眼目睹了艾瑞斯击毙萨维塔的时刻，诺拉立马去找白瑞。途中，白瑞再次像倒退一样被诺拉追上。两个人来到了ZOOM偷走白瑞神速力的时间线，过去的事情在白瑞面前重新上演。这种架势诺拉可没见过。趁着ZOOM绑架了凯瑟琳后，白瑞悄悄去找注射器。诺拉在角落里看到了白瑞最脆弱的时刻。白瑞这边转眼撞见了威尔斯，威尔斯扛着他娘的意大利炮，警惕地盯着白瑞。白瑞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说自己回来找东西。暴躁的威尔斯正准备砸了注射器，白瑞立马告诉威尔斯寻找杰西的关键办法，这才保住了注射器。可这一耽误被ZOOM发现了，饥渴的ZOOM还想要诺拉的神速力。然而时过境迁，他根本追不上未来的白瑞，在神速力中被时间亡灵提前抓了出去。被甩出神速力的一瞬间，注射器被摔了个稀碎，计划破灭了。这玩意儿除了威尔斯本人，不可能有人能修好，而且威尔斯现在的大脑已经不如从前了。诺拉提议去找斯旺，他可能是唯一能解决麻烦的人了。诺拉根本不知道斯旺对白瑞做过什么，他甚至认为斯旺是个好人。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两个人被甩出神速力的时候，已经意外地来到了2014年。这一天恰好是白瑞曾经穿越过来寻找帮助的时刻。白瑞直接来到了时间穹顶，这会儿曾经的自己刚被斯旺打晕，一个未来的白瑞就够他头疼的了，现在又来了一个更远的白瑞。斯旺一下就猜出了诺拉是白瑞的女儿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诺拉，随后立马意识到自己可能没有成功回家，气得斯旺原地暴跳，立马给了晕倒的白瑞一脚。白瑞也立马编了个瞎话，你帮我修好这个，你就能回家。斯旺是个谨慎的人，他只想知道白瑞修好注射器的目的。老禅师的名字从诺拉嘴里说出口，无形之中给斯旺暴露了最关键的线索。斯旺也不多逼逼，直接开始修，一边修一边套话。诺拉果不其然的是全盘托出，没几下斯旺就修好了注射器。过去的白瑞也苏醒过来，斯旺只留下一句话：我期待看到事情的结果，诺拉。两个人紧接着来到了粒子加速器爆炸的当晚，距离成功仅有一步之遥。
白瑞再次来到了时间穹顶，将所有材料递给了基迪根，只等粒子加速器的暗物质。看着逆闪电的战俘，诺拉好奇地问了问白瑞，这才知道了斯旺曾杀害了白瑞的母亲，自己的奶奶。这些东西闪电侠博物馆可没有记载。不告诉女儿自己曾经历的所有事儿，也是为了保护她。此时加速器瞬间爆炸，什么迪沃、斯泰因、白瑞、马克兄弟，该中招的全员中招。爆炸过后，两个人来到了格雷斯的未来所在的医院，悄悄把东西藏在了墙里，随即回到了原本的时间线。准备就绪后，所有人埋伏在了医院附近。白瑞终于迎来了和老禅师的决战。奥林带着匕首出来应战，事情顺利的按照剧本上演。匕首被提前放好的陷阱困住了，能用超能力的白瑞可以轻松对抗老禅师，希斯科则趁机把匕首丢进了外太空。没了武器的老禅师不堪一击，可他们低估了老禅师的能力。老禅师从宇宙把匕首召唤了回来，匕首一到，超能力瞬间失效，白瑞马上被处死之际，冰霜杀手再度现身。突然来到的袭击击退了老禅师，闪电匕首并不能抑制冰霜杀手。冰霜杀手是凯瑟琳身体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超能力。晚上，夏洛克拿着日记本询问诺拉：“你这是什么语言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”诺拉称这个叫时间语言，是他独创的，专门用来记录事件的。谨慎的夏洛克早就已经破译了部分内容。离开的路上，诺拉回想起了斯旺对白瑞做过的事儿，他独自一个人穿越到了过去，只为了看一眼爷爷奶奶。然而这种行为，白瑞进行了不止一次。既然没办法让他们活过来，那就偶尔来看一眼，尽管什么都不能改变。诺拉为了哄父亲开心，和白瑞玩起了父女间的追逐游戏。3更半夜的时候，诺拉偷偷来到了时间穹顶，本想为一个神秘人发一封邮件，想了想，还是亲自来到了2049年铁山监狱。斯旺被关在了最严密的牢房，他就是一切的幕后主使者。而地球90，正义联盟全员暴毙，唯有闪电侠活了下来。显然，这颗星球没有通过监视者的考验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一期地球无限危机见。